大家好，我是大鹏。把你们刚才那形容词儿再说一遍。上哪儿找的观众？我知道你们都在想，大鹏来能干什么？一个导演，我们不想看他宣传新电影，我们想看的是付航，是刘洋、刘仁成。巧了，我的新电影《长安的荔枝》，他们都在。我这么说啊，也没有利用他们要宣传的意思。想要宣传，我找刘德华、杨幂多好。巧了，他们也在。还有周星驰。他的喜剧精神与我们同在，我很崇拜星爷。10年前我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我就想邀请他客串。我带着《煎饼侠》的剧本去到了香港，我跟星爷说，能不能参与我的电影？星爷说，大鹏，等一下，我这边也有一个剧本，叫《美人鱼》。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一想，这是要我演呢。我陪着星爷聊到了第6天，星爷说：“大鹏，你必须要走了。”我说：“咋了，星爷？是哪儿不满意吗？”星爷说：“大鹏，再不走，港澳通行证要过期了。”我抓紧时间赶紧问吧。我说：“星爷，你到底想让我演哪个角色？美人还是鱼？”星爷这一次没有叫我大鹏。他陷入了沉默，我当时就明白了，星爷其实根本就没打算让我演，他想让我倒，最后他也没好意思说出口。煎饼侠也没来客串，但我始终记得我们俩要合作这个事儿，所以我一接到这个节目的邀请，我就来了。我不想再等了，我单方面宣布，这个节目就是我跟星爷第一次合作，爱咋咋地。合作了，星爷合作了。我很喜欢我和星爷合作的这个节目，选手我都认识。有一次我逛商场，我还遇到大老王了。虽然当时我们都戴着口罩，但是我认识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我说：“你是大老王吗？我也是个明星。”大老王当时说：“您这个‘也’字啊，让我很高兴。”虽然我不知道您是谁，但咱俩可以加个微信。我说太好了，那下次有演出的票，记得帮我留2张付航的。付航是真红啊！我这么说没有说大老王不红的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后来通过大老王推的微信。付航、刘洋、刘仁成，这也都演上了我的新电影。有人好奇，他们红了以后会不会飘？飘不飘我不好说。反正有一次在拍摄的现场，观众们看见演员了，观众们很热情，在那喊“刘天王，刘天王”。刘洋和刘仁成同时站起来挥手致意。把身后的刘德华挡得严严实实。你们也都看到这个局面了，录到今天，2位刘天王，留那头去了。在这里，电影要上映了，我也想跟3位参与了的老弟打个预防针。其实最后成片里啊。你们每个人的戏份都减掉了一点，问题是他们也就拍了1点。但作为导演，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你说电影拍得很精彩，时长有限，
这个时候是剪掉刘德华的戏呢，还是剪掉付航的戏呢？刘德华。我相信每个导演都会剪掉刘仁成的。我就知道。开个玩笑啊，大家最后还是在电影里能看到他们的，如果眼神足够好，拍的时候也非常投入。付航在电影里演一个岭南荔枝园的保安，有官兵要来砍伐这片荔枝林，付航不干了，说要誓死保卫，说跟树有很深厚的情感。后来还主动要求加一场打戏，啊，说要不然人物不完整。你们要问打得狠不狠呢？反正那场戏是那部电影付航的最后一个镜头。人物倒是完整了，人无完人嘛。打完以后，我说打得很好，咱们能不能再保一条？付航，差不多得了，大碗凉面啊！我赶紧安慰他呀，我说虽然你的戏份不多，但是你回去可以跟亲戚朋友说呀，咱们这部电影这么多的明星，主打一个付航。我可以证明啊，演技非常扛打，真不是来宣传咱们电影的。我一直觉得让人开心是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所以呢，我是来给各位了不起的人加油的。大老王，在，加油，好吧？虽然这次没演上我的新电影，但周星驰也没演上啊。在我心里，你就是星爷一般的存在。谢谢大家，我是大鹏。大家好，我叫阿水，我是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然后我老家呢是东北的，所以海外呢不光有华人，还有华人嘛，华人，对。这自己人，新加坡那边的华人也看咱中国的综艺的，啊，但是追的不勤了，可能会有一些滞后。咱这边的很多梗啊、流行语啊，传过去可能都成老梗了。但是我们也很爱看，因为质量都很好，很精彩。怎么说呢？奥利给啊，形容一种酷毙了的感觉。啊，包括单口喜剧综艺，我看的比较晚。这么说吧，现在海外网站上我看得到的几个国内脱口秀新星，现在他们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他们现在在海外正当年。或者说国外乱了。我的生活前几年也比较乱套，工作方面啊，在海外被裁员了。就是国外有些公司他们裁员不提前通知的。我那天还正常下班呢，我看到 HR 在那儿突然加班，我说那我就先走呗。啊，果然第二天一早收到公司 CEO 发给全公司的邮件，开头第一句 "It is a hard decision"。我这一看呀，是来硬的了。确实是能先走了是吧？当天就被裁了，当天被裁的。跟大家说一下是啥公司吧，就国外那种一创业就要做什么全球化的公司 ，Global Company。哪有那么 global 啊？就自己网站做的高大上，啊，贴一堆外国人，4个人恨不得凑7种肤色。那几个人假装对着一台电脑工作是吧？那个话外音也很应景。We are future maker. We are problem solver. We work together because there's only one computer. There's only one.
台电脑可不就 work together 吗？当时在海外接着找工作，挺累的，就是要接触各种 HR，就是刚被一个企业踢出来，你要再听新的 HR 宣传他们那些企业文化，我心里就俩字儿：忽悠，接着忽悠。我当时面试咱国内大厂在海外的部门，啥公司我也不说了，反正那 HR 说话挺有范儿的，感觉每个字都有节奏啊，非常感觉在跳动啊。当时那 HR 是这么跟我说的，说你要加入我们，你还是要融入我们的这种文化，也就是我们的 culture。我说，请问是什么 culture？ 他讲我们的企业员工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谦虚啊。Our people are always humble。你们知道什么人不这么说话吗 ？Humble people。你们公司这么在意 humble 吗？要人谦虚，那我加入你们，我可以玩命谦虚，对吧？老板问阿水，这个东西加班能不能完成？我说我哪有那个能力呢？我以后交简历，我就交一份谦虚的简历。编程不会，英语不会。面试官说不会可不可以学？我说我可以学，但学不会。我不是说 HR 的工作不好，大家都是工作。我烦的是有的企业他那种拿腔拿调的，就是招你还要教育你那种姿态，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在给做公司宣传，还是找你捐钱。那到你面前就加入我们，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一段 journey， 它是一种 mission and vision， 还有一段 yeah。你说这跟 HR 聊天，你能没有格局吗？是吧？他跟我聊的都是 What's your 5-year plan？ 你的5年计划是啥？我回家心想，我这劳务合同也才3年呢。跟这些 HR 面试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唠，挺累的。当时就特别希望学我东北我爸那样，就是在酒桌上都自来熟，能拿捏一切住场面，就是自信，对吧？一般一个老妹儿先把酒杯拿起来，有没有大哥讲2句啊？我爸拿起酒杯来，行。这老妹儿，你把酒杯拿起来，拿起来。酒杯里呢有酒，我喝了，你随意啊。我这个人咱说就是好使，咱哪天咱安排啊。那这个面试场面就会像现在一样，没有人敢说话。你感觉大哥没说啥东西吧，但是感觉大哥有东西。我面试的时候我就拿出这种自信，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这么自信，谁还敢小瞧我？那 HR 拿起简历来 ，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我说切。那 HR 老妹儿，你把我简历拿起来，拿起来。简历里已经有我一个简单的经历了，我写了，你看不看？你随意是吧？我介绍一下我们东北人，我们东北人好使，咱哪天咱安排是吧？外国 HR 听不懂我就给他解释，好使 ，I'm a problem solver。哪天安排？ I'm a future maker。谢谢大家，我是阿水。Hello， 大家好，我是真友，真正的真，勇敢的友，谢谢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边疆少年。是不是大家看见了边疆，没看见少年？那除了这个长相之外，我其实最大的特别是我的口音，大家听得懂吗？听得懂。对啊，我这口音很奇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我妈到今天她都甚至不理解我这普通话
能靠说脱口秀赚到钱。我妈不知道我选择了多艰难一条路呀。其实我这口音，打电话很容易赚到钱的。我这口音也给我带来很多困扰。我这口音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那个读书背文言文的时候，老师说我的口音话比文言文还要难听懂。记得有回背这个《月牙楼记》，我当时就背我说齐碧渊，谢啲子又爱又好像是了爱了。费尔哲老师生气的跟我说：“曾勇，要不你拿你家乡的方言背背吧，这样至少能保证月牙楼在中国。”但其实造成这口音的原因是我说少数民族话，我是少数民族，而且出生在那种多民族聚集地。我告诉大家，我是那个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但在多民族地区生活，真的会显得我们哈尼族很普通。你们听听看，苗族人会下鼓神旗，傣族人过泼水节热闹。我查了半天，我们哈尼族唯一的宣传点叫大年初一不出门。这算什么民族习俗呀？那2020年的春节，全世界都是哈尼族啊？但是很多人对我们这种多民族地区很好奇。哎，之前就有人问我说：“哎，你们那边是不是还有民族住在那个部落里面？”部落，我们那边早就改名了，叫社区。刚刚改的时候，还有人说要派几个物业来保护我们。我们说好的，我们会保护好这些物业。还有人更好奇啊，之前有人跑过来跟我说：“真有，你们那么多少数民族，小学的时候一起读书，民族之间不会有文化冲突吗？”我小学的时候连文化都没有。所以没有文化，只有冲突。以前我们的冲突根本打不起来啊，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对方在骂什么啊。除了少数民族聚集地之外，这里还是祖国的边疆边境。我告诉大家，我出生的地方有多边疆。就我出生的老家有块地种成香蕉，这边是香蕉，这边是进口香蕉。就有多边呢？就是我国最著名的那个边塞诗人王昌龄，他对我们来说他是内陆诗人。他被分配到那个边疆，要到我现在的老家，还得再被分配一次。有的人出生的地方条条大道通罗马，我出生的地方条条小路可以到金三角呀。但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点，我今天生活在成都，我妈生活在这样的老家，她特别担心我在成都被人卖到缅北。我说妈，更应该注意人事你吧。我在成都离边界线1000多公里，你在老家离边界就只有1公里。但我妈这个人特别乐观呀，她跟我说：“孩子，我担心啥呀？对面的现在我熟悉了呀，被骗过去了，我骑个摩托车就回来了。”难道那些被骗到缅北的人，他们没能逃出来，是因为他们不会骑摩托车啊？而且摩托车如果在缅北这么管用的话，社会应该给我们云南边界1人辆摩托车，特别是我们那边外卖骑手的电瓶车换成摩托车。哎，没事的时候送外卖，需要的时候过去接人质。到时候我们派骑手打过去了，对吧？对面的人看见我们打过来了，跟他领导在那汇报说：“领导，对面的打过来了，他们派了个团，什么团？不知道，反正他们边跑边喊：赶紧接，要超时了，要超时了啊！”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在这边老家的原因，我发现每次回老家，大数据对我有偏见，手机大数据对我有偏见。因为我给大家刷到那个境外电信的新闻标题是不一样的。哎，你们刷到的是境外电信就是诈骗，缅北园区有多危险，
哎，给我推送的新闻标题是：还在诈骗吗？这就是下场。好，今天讲到这，现在我是编家少年，这样。大家好，我叫陈爱。我是个正常人。虽然医生不这么认为。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状态不太好，去了一趟精神疾病医院，宛平南路600号。对，本来去之前听人调侃，我还有点担心，我怕里边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突然攻击我一下啥的。那去了之后发现挺好，他们都只攻击自己，比往时那些人强多了。我刚到，医生就让我做了一套那种抑郁焦虑的评估测试。你们做过那个测试吗？做过。可以多做，能带来一些自信。那是我唯一一套能拿高分的题。而且做的过程很奇怪，虽然说它是那种专业的心理评估，但所有答案都让我凭感觉自己选，再根据这个结果开药。这么草率吗？那种感觉就像问你有病吗？我说有，就确诊了。这也太尊重我的意见了。我觉得一个有效的检查应该是没法人为控制的，比如验血、CT， 因为一旦能控制，我就很难正常选择，而是开始衡量利弊。比如有一道题，他问你是不是觉得活着没啥意义，就很难选，选轻了不值得来一趟，选中了走不了。类似这种问题很多，整个测试给我感觉好像就是，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病，总能查出点啥。所以我给这个地方想了个宣传口号：来精神疾病医院，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测试的环境也不好，之前我在其他医院做过，它有一个专门的小房间给你答题，但那个医院患者太多了，很多人领完测试只能在走廊完成，走廊很吵，我旁边的人为了不被干扰，只能把所有的题目和选项大声读出来，成功干扰到我。有好几道题我是跟着他选的。最后测出来结果，我不但有抑郁和焦虑症，还有一点轻微精神病。我就知道他有病。不，其实是我有。我的症状是，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你以为我现在在讲脱口秀？不，我在办春晚。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严重到出门都要告诉自己正常点儿，但这样不会让我放松，只会更容易说错话。比如之前有一次我去买奶茶，还没到店里我就开始想要说什么。你好，来杯奶茶，凉的、热的，热的，微信。准备好了，我到那儿，我说你好，来杯奶茶。他居然问我要大杯小杯，这句没练过呀。但我跟自己说没事，你可以的。现在正常人该问什么？大杯多少钱？小杯多少钱是吧？但我太紧张了，问成大杯小杯啥区别？说完我就特别后悔，因为我发现他在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我，说大杯大一点，小杯小一点。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段子，那个时候我还不敢面对自己的精神疾病，所以到处说我社恐。但人家社恐只是害怕社交，也不是脑子有病。但我当时觉得应该没事儿，反正社恐也不会当面骂我。但其实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不正常，我觉得不正常的是你们，只是你们人多。
我懒得计较。而且虽然你们现实中人多，我脑子里人也多。我只是在外边收着，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人跟我说：“没事儿，你放松点儿，别太紧张。”我心想，哼，我放松，就该你们紧张了。而且其实有精神病这件事儿，我之前也不太敢说，但直到这2年，环境好，大家都疯了。我也没想到一个神经病，还赶上了好时代。天知道我这一刻等了多久，因为我1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状态，我当时觉得永远不会被接受了。直到这2年，我听到一个声音，时机到了。原来我不是疯，我是先锋。我甚至都看到希望了。他们说信息时代人也更容易抑郁，也就是你们也会走我走过的路，你们加油吧，反正早晚都得疯，别错过这个风口。我在未来等你们。被确诊精神病这件事儿，最糟糕的是，它会摧毁你一些对于现实的认知。就是有些事儿你以为发生了，其实没有。比如你们生活中都有一些幸福的时候，升职、旅行、恋爱，但如果跟你说这些都不存在，是你有病，是不是就有点恐怖了？对，其实我这个表演也不存在。是你不开心把我想出来的。你可能会想，不可能，你讲的又不好笑。不是我不好笑，是你想象力不丰富。没事儿，我想象力丰富。我已经想象你在笑了。怎么样，先锋吧。讲到这，谢谢大家，我猜。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我是一个东北人，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抚顺。我觉得出生在小城市，你就很难介绍自己。别人问我家在哪儿，我说辽宁，他说辽宁哪儿，我说抚顺，他说抚顺在哪儿，我说离沈阳很近，每次都很繁琐。所以一般我会主动说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直到一个南方哥们儿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你好抚顺。”你好抚顺，我广西南宁理坤，你好。我听很多小城市的朋友跟我说，基本上在小城市出行就是招手打车嘛，出租车也就只干2件事儿，就是拼车跟拒载。有一次我坐在副驾，他车一停，问路边的人说走吗？路边人看了看，我说车里有人啊，摇了摇头。他这一摇头，司机就骂一道，就在那怎么这么事儿呢？有人怕啥呀？他是死人呐！我说非常野蛮啊！有次我打车这么一挥手，同时停下来2辆出租车，我还没说话，他俩自己就吵起来了。一个说我都停了，你还停啥呀？那个说我停你爹身上了。怎么你停了我就不能停呢？我就在那站着。别的空车经过，我也不敢招手，我就只能在那等待，在他俩当中等待一个更强壮。给另外一个车吵走了之后，我隔着玻璃问胜利者的师傅：“我说师傅，我去火车站，
他说：“小伙儿，我不去。”也没有共享单车。其实投放过一批共享单车，一夜就没了，全让老头老太太拿走卖铁，太快了，就一夜。哈喽单车拜拜了。你们想象那个场面啊，就老太太把车架子敲成铁皮，放自己车筐里，骑着去卖铁。我们总说做事情要打破框架，他们打破的很彻底，他框是框，架是架。老头骑这个3轮车出来了，给这个后备箱装共享单车装这么老高，就你光看他那辆3轮车，你是分不出来他是要偷窃还是要投放的，你知道吗？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一出门，哎呦，穿越了，那大道上拿铁棍搁那撬，拿小锤搁那撬，太震撼了，全民运动。我说怎么了？又变杠了啊？那边老人就是非常的自由啊，什么也限制不了他们。宗教也是，他们信的也不是正规宗教啊。好多老人他信教是因为他们到岁数了，准备上天堂。信别的就很少，你要跟他说轮回，他就说轮回我就不去了。啊，宗教这儿不让干，那不让干，他们信教的主旨就是我都能干，因为我能忏悔。所以你能看见一种奇观啊，就好多老人在教堂门口打牌。哎呦，这帮堕落天使啊！打1个礼拜进去做1个礼拜啊！那话你都没听过呀，主啊，我忏悔，妈3代一出早了。也没有什么文化氛围啊！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假书壳子，就一般是这个饭店、酒店大老板办公室做装饰用的，就摆在架子上，里面是空的那种东西。我第一次见假书壳子，是在我们那儿的图书馆。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的假书，还是先没的文化？你们能想象吗？一个个嗷嗷待哺、渴望知识的青年，翻开书一看，我文化了啊！我还上网查了一下，这种书它叫仿真书。哎呦，你听它这个名字啊，仿真书。我从小就对真假这种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我小时候也穿一些高仿的鞋什么的，我同学就指着我，他说：“你这个鞋是假的。”我觉得真假你也得看哪种维度吧。在你那儿它是假的耐克，在我这儿它是莆田正品。但是仿真书啊，它都不是书，它是纸壳子。你让老头老太太知道了，来了全给你拿跑。比在图书馆放假书壳子更诡异的是什么？是这个假书壳子，你能借走。当他跟我说这书啊，你最多看30天的时候，我都有点入定了。我说这里面他该不会有字儿吧？啊！老师问我看没看过《红楼梦》，我说那打开里面一场空啊。我还看过吗？我都看透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嗨，朋友们啊，非常开心，大家演出，我叫于博，来自一个教育大省，山东，黑龙江。
可以，鹏哥接着释放吧。老七讲什么辽宁抚顺东北小城市，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当然，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各位，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各位可能不知道，比北上广深高多了。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7所高中，没有中专和技校，每个混混都有文凭。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都会三角函数。你说学那有啥用？我说看那香港电影《古惑仔》，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一眼就发现了。那大哥说，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大哥不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ρ列 G 为排，淹死就飘了。重视教育，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很直接，很夸张。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清北班，太直接了。这和那种衡水中学不一样，人家不叫，但能考上。我考不考上别说，我们就叫，先叫，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但这个名字太重了，老师第一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往那一站，很刻薄。30个人，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呀，就必须上清北，谁不上，谁是班级的失败者，是 loser。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最好情况，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这种班级太吓人，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奔清北梦清北，整个班级布置的和那个清华北大主题乐园似的。每个人的成绩和分数线的折线图，给饮水机取名叫未名湖。在这儿学习，批卷不敢使劲儿，得清华。天天在乐园里边学习学懵了，说一会儿6点半有没有校长坐着花车游行啊？没有，这个名字很重，老师会拿这个名字骂我们，很多事儿干不了了，玩手机什么的。你们这几头烂蒜考清北，那清北学生会玩手机吗？啊，清北学生会谈恋爱吗？啊，那清北学生会说话吗？你也不知道是骂我们还是骂清北学生。往下边一坐，我都纳了闷了。我说他们到底会什么呀？这群不会玩手机的单身哑巴。高考那年确实失之交臂，没考上，因为自己会太多了，被迫在上海同济当了4年 loser 啊。哦，这个事儿不值得哦，因为说实话，这不是我想学的。但那种教育观念里，如果你没去到那2所最好的学校，很多人生你就不能选了。当时特别想去北京人大学社会学。我妈说社会学你上什么人大学啊？你上社会上学。听妈的，上海同济学计算机。我说那计算机为什么不在网吧里学？因为那种观念，小时候一直贯彻的叫必须好好学习，去大城市挣大钱。如果不好好学习，留在老家你就饿死。
小时候深信不疑，直到自己真的来了上海，发现这事儿不对，因为我也可以好好学习，在大城市然后饿死。人只要想饿，在哪儿都能饿死。上海的消费更容易饿死。但说实话，刚考到上海那年，整个人还是沉浸在自己走出了那种小城市的幻境里边，觉得自己哎呀，哥们在上海打工干个3、5年就买房买车了，你们在老家什么都……直到今年过年回家参加了同学聚会，所有人除了我之外留在老家都买车，所有人在老家都是开车来的。同学聚会只有我一个人，零下30度走了2公里去的饭店。只有我一个人进饭店的时候，眼镜是上霜的。他们有车的人眼镜的霜拿雨刮器就刮掉了。这就是我们观念的区别。因为来上海奋斗的城市，你会觉得大学刚毕业，23岁开什么车？23岁在上海就奋斗就该坐地铁。23岁不坐地铁，什么时候坐地铁？对吗？车对我来说应该是那个我在上海打拼了很多年，奋斗、原始积累啊，最后中产了，追求车啊、房啊，那是我奋斗的奖励。车应该拿地铁里程换。但在老家不一样，老家什么奋斗的奖励，你只要活到一定年龄阶段，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房买车。不是奋斗的奖励，算签到奖励。在线时长够，可以了。确实不理解为什么在老家的朋友能生活的让我羡慕那么多，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很多人没有解决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爸爸妈妈就把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我羡慕至极。独立生活了吗？我说问一个哥们，我说哎，为什么买车？和你们在上海不一样，是在老家，钱花不出去。我说钱花不出去啊，你发点假币呀。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那种完全的读书改变命运。再去考他们，没有人在乎了。问一个哥们儿，我说哎，交流电系统的发明者是谁？他说不知道，去你的吧！然后开着特斯拉就走了。讲到这儿，谢谢毛驴哥，拜拜。Hello。谢谢你们，我一定要把这腰背挺起来。我是南瓜，大家还记得我吗？记得。对，我去年上了这个节目，希望被更多人认识我，现在都认不出我来了。我这半年减肥减了60多斤啊，减掉体重的1/3啊，变化比较大。你们时间长没见，觉得很惊讶，对吧？对。然后那种天天跟我在一起，在我身边的朋友，他不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就像我的好朋友黑灯。他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也很奇怪，我这瘦了60多斤了，我这陕北口音是没有一点变化的。我现在很难被人认出来啊！前2天走在一个商场，走着走着，听到后面2个人说：“真的是南瓜，真的是南瓜。”哎，我还挺好奇的，我回头一看，2个人在玩刮刮乐呢。我为了减肥啊，销声匿迹3、4个月没有见人啊，再次出来的时候一下子瘦了这么多，朋友们都不觉得我判若两人，他们都以为我判了2年。我的减肥方法在网上学习啊，偷学一些明星的减肥食谱，他们吃的特别的少，而且还经常断碳水啊，还能去正常的演出表演啊。我也断碳水，我也去演出啊，我要在演出现场吹唢呐。我这吹着吹着，这血糖上不来，差点把自己送走了。啊，但还好是坚持下来了，终于坚持下来，也是瘦下来了。今年终于可以在节目上穿自己心仪的衣服了。我真的特别的激动啊！我去年上节目啊，就每一次看到别的选手穿的漂漂亮亮、光鲜亮丽的，我每一次都穿马甲。我去年录了6次，穿了6次的马甲，朋友都叫我马六甲。
就别人穿马甲，人家是时尚好看，人家也穿。就我一个骑手穿马甲，太像来上班了。我进棚被保安拦过好几次，说外卖不让进。去年总决赛我是到现场来当观众的，导演说可以随意穿搭，我很开心啊。我逛了很多商场、很多服装店，去挑了、试了很多衣服，没有一件适合我。我当时我就让导购推荐一下，导购说：“先生，你就适合那种运动户外、宽松带拉链的那种。”我说：“你想说马甲吗？”我感觉我整个青春都是马甲，我很难过。我下决心，我不甘心，我掉肌一定要减下来，我一定要穿自己心仪的衣服，不能再穿马甲了。但我发现，我不管我多么努力，直到今天，我始终摆脱不了马甲的命运，因为我有马甲线了。算了，这样，咱这是脱口秀，不是脱秀啊！哎呀，哎呀，不，这算了，这样会不会打马赛克呢？瘦下之后，你就感觉人就确实变化很大，我感觉我自己像重生了一把。我把自己的照片发在自媒体上，网友特别的，他是特别好，都夸我，夸得我特别激动。他们就叫什么南大。说南大什么青春南大学生，我热泪盈眶，我激动呀，因为我是中专学历，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上的技校，我考不上大学，我一直抬不起头，没想到现在减肥减出学历提升了，就是我现在是我们宝鸡铁路技校毕业的第一个南大，对的。虽然学信网上查不到，但是小某书上都是承认的。谢谢你们，谢谢姐妹们。但减肥也不全是好事情，前2天就挺难过的。有一个品牌找到我，他说他们是个电瓶车的品牌，说他们老总很喜欢我，要跟我合作，私信我，我也很开心很激动啊。但见面的时候他们反悔了，他说你是谁呀？南瓜呢？我说我是南瓜，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和节目上不一样，我们想合作的是那个黑黑的、胖胖的、土土的南瓜，你这样拒绝跟你合作，我也很难过，我人都傻了。我这半年天天挨饿，不好好吃饭，没想到换来的是没饭吃。但我也不后悔，为什么减了？因为我今年29岁了，再过几个月就要30岁了。回想到30岁之前全是那种肥胖油腻的形象。我本来可以习惯那种形象，直到有一天见到了10个晴天，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跳舞，活力四射、青春洋溢的样子，我当时很难过。我说20多岁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呀，我不甘心，我一定要减。其实本来也没有那么努力啊，后来啊，有观众叫南大，在一声声南大中迷失了自己，硬逼着硬饿自己，一晚上大半夜饿得自己掉头发、胃溃疡、肠胃炎。我想喝奶茶，但是这个时候内心有个声音说：“南瓜坚持住，不能喝。”这个时候你要想象你到时候在舞台上那个美美的样子，我一次次的忍住了饥渴，这就是望美止渴吧。我朋友说，你也没必要这么忍着，你可以喝统一冲服无糖茶，真的好喝，一口冲服茶香倍儿足啊，喝了之后和南大一样冲服满面。真的，我终于坚持到现在了，终于在台上，说现在我真的绷不住了。其实这回啊，我后台已经摆好了烧烤、炸鸡、汉堡、油泼面、biang biang面、刀削面。我一会下了台我就暴饮暴食，以后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以后呀，可能还会变回那个黑黑的、胖胖的南瓜。但不管怎么样，以后点开爱奇艺，看到2025年夏天那个青春洋溢的南瓜，我也就很满足了。谢谢大家。谢谢。哎 ，OK， 我真的想不到有一天南瓜这个颜值能搞上擦边啊，就是啊，姐妹们，你们叫他好帅，你们吃点好的吧。求求了。南瓜刚才自己说到自己可能为了减肥，就是少吃了很多饭吧。今年，我希望你少吃那些饭，我吃。我要吃饭，我要上桌的。开始今天正式的演出啊！大家好，我叫朱大强。好热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容易生气、比较容易愤怒的人啊。我们女生生气气多了的话，就会长很多的那种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各种嘛。我每次就是一生闷气，就开始长那种乳腺结节。我把这个气发出来呢，开始长甲状腺结节。哎，我就感觉我好像一气呵成2种结节。哇，有点太多了。我就感觉我每天这些结节，就是你们胸腔这里长不下的，开始长到嗓子眼这里去。这是什么？结节高升。不。然后嗓子眼这里长不下的结节呢，又掉到下面去，结节败退。啊，然后那时候体检的时候，医生跟我讲啊，说是90%的女人都会长结节的。哇，我就感觉如果这么高的比率都拥有结节的话，它就不应该再是一种疾病了，它应该成为一种新型的器官，对吧？而且我觉得如果都是女生来长的话，我们以后这个新器官给它叫一种新名字，我们以后叫它妇女节。我觉得我爱生气吧，这个东西完全也怨不得我，是因为我感觉每天我生活中那种看不顺眼的人有点太多了。哇，有些人真的在公众场合边界感有点太差了。我有次在那种餐厅里面吃饭啊，我隔壁桌有个哥们在那里猛猛抽烟，哇，抽烟抽到我感觉他要在我旁边那种原地升仙了，我就开始过去大声呵斥他，我说公众场合不可以抽烟的呀。哦，他自己还气上了，他开始那种恶狠狠地瞪着我，然后一边瞪我吧，一边有点想放点狠话，我感觉他有点咽不下那口气，也有点咽不下那口烟。然后他开始拿着那个烟恶狠狠地开始把那个烟攥灭在自己碗里的饭上，我有点看不懂，我说这是在用不吃碳水表达自己的愤怒吗？看不明白，我说有点太会愤怒了吧，感觉就是一种超弱的超熊，泰迪熊，还挺可爱的。哎，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想就是当狠人的话，他应该一边抽一边灭烟，一边把那个烟灭在自己的头上，对吧？啊，一边抽烟一边烫头的，看起来就那种超绝狠人。哎，我真的很看不惯那种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啊！我唯一能接受人在公众场合冒烟的情况呢，就是他火化。哎，然后有时候觉得吧，抽烟就是一种慢速火化，主要是对抽烟人的身体不好，二手烟也不好。他火化，我陪葬。不喜欢，我就把所有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呢，我在背后亲切地把他们称呼为烟人。哎呀，我好恨烟人啊，真的。特别是那个烟人，有时候走路走在我的前面，你就感觉他一路走一路排放尾气。我说这种人为什么不去走那个机动车道呢？你要走路走在我前面的话，你最好是寿命上也走在我前面。哇，这种路上走的也能接受。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密闭空间内抽烟的那种啊！我有一次打上一个出租车啊，哇，那个司机在里面猛猛抽烟，我在后面很生气，我说烦死了，我说你一直抽什么烟呀？他说我抽软中华呀。谁问你了？我问了，就是，哇，然后很烦，我就开始用各种借口跟他沟通嘛。后来发现各种借口都不管用，直到后面跟他讲，我说我怀孕了，闻不了烟味，然后他才把那个烟吸掉。哎，我就感觉好像我怀了个人的时候，我才能被当个人尊重，我就感觉很悲凉。但是我后面就发现吧，我这个人，我感觉我也是那种母凭子贵了。我现在是一个熹贵妃，每天到处吸一些二手烟。母凭子贵。而且现在吧，我有时候会发现，就是怀孕对于劝阻抽烟来说，这个借口还蛮好用的。所以我现在就是那种随时随地乱怀孕。哎呀，我一出门就怀孕，一出门就怀孕，这个世界太危险了。我真的很讨厌，我觉得公众场合很多人都是那种完全不顾别人，只做自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在地铁上见过那种有些那种男生嘛，就是他一坐下就会把那个腿弹开。哇，真的很烦啊，就那种螃蟹男孩，那个左腿永远碰不到他的右腿。我不知道两腿之间空那么大的位置用来干什么呢？可能是用来存放自己虚无的男子气概吧。不理解，不理解。但有时候这种大男人坐姿真的会影响到我的，因为我以前坐地铁哈，我旁边那个男士也是一坐下就把那个腿弹开了，而且他那个腿越弹越开，越弹越开，他有点太放得开了。哇，我就感觉他那个腿在和那个车一起开，往城市的边缘开。哇，然后他搞得我坐的位置开始越来越狭小，越来越狭小嘛。我就想提醒一下他，我就开始翘二郎腿，我就翘一下踢他一脚，翘一下踢他一脚。哇，我真的每一脚都踢得巧妙又刻意。甚至吧，为了能够多踢他2脚，我还陪他多做几个站。然后最后
我跟他一起是同站下车的，我跟他一起下车的时候，他在那里问我，他说那个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我说啊，还真有意思，哎，弄巧成拙，自找苦吃。他还在那里问我，他说那个，要不我们加个微信，没准我俩挺合得来的。合得来个啥呀？他自己2个腿都合不来。而且我真的感觉他自己2条腿已经构成了一种开放式关系了，太 open 了。不是很想加入，我也不喜欢这种随时随地会劈腿的男的。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异地恋，以后见他的另一条腿还得去隔壁车厢。不喜欢。而且还有一些那种，我觉得他们都不是把那种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客厅随便坐了，是把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厕所，随地小便。就那种深夜街头啊，什么街道那种路灯，然后行道树，都是他们的什么小众打卡点。我每天在那里随时随地标记自己的生活。我有时候觉得吧，如果他有个柱子就可以的话，我们不如以后就把那种男厕里面那种1排小便池，我们就换成一个小柱子，对吧？啊，俗话说得好，8个好汉1个装嘛。够了，就他们够用了。然后我们就把那种省出来的空间全部拿去盖女厕。这样以后我们上女厕也不用每天在排队了，然后看着空空荡荡的男厕，啊，以后大家都方便了。我有时候感觉吧，就其实那种随地小便，从古至今都是会受惩罚的。你们知道那个孙悟空就是因为尿在如来手上，对吧？一开始我感觉他大闹天宫完，如来本来想着要不关他15天算了，后面怎么抬手一看，怎么他上厕所，我洗手呀？哇，好脏呀！反手就是一个镇压，对吧？我觉得这种镇压力度还是不够啊，现在还是老能看到。我以前在那种酒吧门口看到2个男的喝多了，那个酒吧门口有个大柳树，2个男的出来就开始对着那个柳树开始滋了。我路过以后在那里很生气，我说你们2个干什么？其中有一个就喝大了，但是他很有礼貌，他开始跟我道歉，他说不好意思，然后说着不好意思，他就转过来了。我说收起来呀。哎，然后之前讲完这个随地小便的段子啊，有一个观众姐妹特别可爱，她有天在那个微博上给我发私信，她说大强，你讲这个段子我太有共鸣了，我今天也遇到一个男的随地小便，然后啪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我有点看懵了，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姐妹是距离多近去拍的那张照片啊，因为她那个照片刚发给我，我点开就变成灰色消失了。姐妹勇啊！我就希望这种现象也跟那个网上一样吧，生活中也可以尽快变成灰色消失。哎，谢谢大家，我是朱大强，讲到这里。好，同学们上课了啊！我呢是一个高中的班主任，给大家稍微公布一下我的教龄啊。好，从9月1号到现在，咱们也是教了1个学期了。哎，我整个人长得就特别不像一个新的老师，整个人湿气特别重。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身边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就去考一张教资。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我一照镜子，哎，就差一张教资了。很多新的老师，他们的身份呢，从学生转到老师，特别不适应，觉得自己讲话太客气了，镇不住学生。在我这儿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我的室友呢，他也是一个新的老师，他特别紧张，因为他长得比较稚嫩。他开学之前呢，就在网上一直在搜新教师攻略。他甚至还去搜了新教师发火逐字稿。我说你现在不光身上有学生气，每天还要上网学生气。而他上网找了很多老师的这种经典语录，他找了以后呢，不管不顾，直接往班里边就带，一进去就你们就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哎，我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你带的唯一的一届呢？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整那些没有用的，浪费时间。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我开学第1天一进班，什么都没说，我就抱着手在讲台上站了2分钟，我就看，一直看
看到后来我们班最后一排一个男生那纸突然掉地上了，我轻轻说了4个字：下不为例啊。哎，就那一瞬间，我看到我们班小孩的表情，我就知道，老娘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我后来感觉啊，当了半年老师以后，为人师表的表在我这儿大概是表面的表。说实话，现在教学水平有点配不上我的长相了。哎，我们班小孩老跟我说，老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在班里边特别紧张。我说你们紧张什么？我跟你们一样紧张。很多知识点，老师就比你们早知道1天而已。有很多很有经验的老师，生怕自己讲太慢了，考试之前讲不完。我生怕自己讲太快了，因为真的多1分钟我都没有了。我现在最讨厌就那种提前预习的小孩儿，非要问我下一个单元的问题，我讲什么你就听什么，哪儿那么多问题呀？你一个人这样超前1分钟，40个人超前40分钟，这节课上自习吧。根本就上不了这课。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个老师的小秘诀啊，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咱们不要慌，千万不能让学生看到你脆弱的一面。哎，有一次我上课上到一半，我们班小孩直接指出，老师你这 PPT 里面好像写错了。哎，我面不改色心不跳，我说啊是吗？只有他一个人看出来了吗？老师觉得很失望，很失望。一定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而且你自己立了一些规矩以后呢，自己就不能再犯了。我上个月跟我们班小孩说，不要把你那奶茶往班里带。那我奶茶现在怎么办呢？我现在每天都灌到保温杯里边就进班了。我们班小孩一看我，我也很心虚，我直接就上课突然喝一口，珍珠进嘴了，嚼不嚼呢？哎，我经过我们班小孩听他们在那议论我，我听得特别清楚。他们说现在老师是不是压力有点太大了？怎么老在这生嚼茶叶呢？但我上了几个月的班以后呢，我发现我整个人湿气有点侵体了，整个人这个行为方式跟思考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了。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哈利波特》，我觉得哈利波特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自由的人。但是现在哈利波特重映了，我又去看，我坐在观众席，我脑子里就一个想法：谁要当他班主任，真倒了8辈子大血霉了。我从电影院一出来，我给我同事打电话骂了半个小时，我说他想干什么呀？啊，整天逃课打老师，真当自己是小英雄呢。为什么当时我那么生气？我说真的，有点共情斯内普了。哎，你别看斯内普长那样，没准叫0就2年。我现在除了想法，我行为上也有很大的这个变化。有一次我在剧场演出，演到一半，坐第1排那女生手机突然响，你别害怕啊。我手机突然响了，我都不是被她那个手机铃声打断，我忘词儿了，我上去就。差点把人手机当场给没收了。还有刚刚气氛组，就是拍灯之前没有举手。夸过我，夸过我。而且我现在去过的演出，我演完了以后，那场子热不热、好不好笑，咱不知道，但一般秩序都非常好。甚至还有演员朋友就跑过来跟我说：“哎，杜老师，您在讲，就我们在讲的时候，您能不能不要在后台那扒着门缝看我们？我们很紧张。”我说：“你讲那么差，我看一眼怎么了？这么不幽默，下不为例啊！”我今天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呢，还是想跟大家说，就是老师呢也是活人，就我们下了课以后呢，也是会讲讲开放麦呀，喝喝奶茶什么的。所以呢，如果有我的学生在看我的这个演出呢，我还是想跟你们说一声：作业写完了吗？看什么呀？我今天先讲这么多吧，因为多1分钟，老师也没有了。谢谢大家，我是墩儿。
好啊，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谢，谢谢你们。我今天也想聊聊我的高中，我来和你们站到一起了。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对，所以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从那个地方活着出来，我心存感激。而且今天也很开心，能和墩儿老师在单口的舞台上 PK， 完成了一个我从衡中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的心愿，跟老师犟嘴。我非常紧张，当时在衡中真不敢犟，衡中是一个很卷的学校，卷到教室后面贴着条幅，上面写着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传播度非常广。我觉得这个标语很荒谬啊！我为什么要往死里学呢？我不应该往清华北大里学吗？衡中很会营造那种卷的氛围，一入学就让我们写自己的目标大学贴到墙上。我当时写了同济大学计算机系。真的假的？那是一个我非常向往的高校。但是老师看到以后，他质问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学了？”你要不现在去网吧吧？让我改成北京大学，我不敢犟嘴，真改了。但是衡中确实出成绩，后来还真的考上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刚才墩儿老师是清华的，我是北大的，清北学生到底会干啥？会搞笑，这。我一般在外面做自我介绍，如果我不说我是衡中的，我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就有人觉得说，哎，你装什么？但一旦我说我是衡中的，他们就辛苦了。哎，活该你上北大。确实很辛苦，衡中当时时间管理很严，我们都没有时间洗澡，有的同学1个月才能洗1次澡。那个时候班里面味儿贼大，尤其是重点班，班味儿有点重。就当时在教室里待久了，我们得去厕所透透气儿。当时衡中这种严格的管理，依靠于它严苛的校规校纪，比如当时要求我们早读课要大声朗读。比如说背英语单词，comedy， 我们就得 comedy。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大声，我觉得我背书背过就行呗。你那么大声，分数没上去，分贝上去了。我一开始觉得大声背书这个方法特别俗，后来想了想，其实挺雅的，那背一会儿就哑了。但是没有办法，衡中还要搞那种早读评比，拿个分贝仪去每个班测音量。就导致在衡中待久了，逼得我现在嗓门贼大。就怎么说呢？我其实可以不用麦的，其实。我的妈呀！然后当时还有一些那种禁止谈恋爱的校规校纪。但是在衡中啊，我们不用谈上恋爱，就可以被抓。因为衡中有一项罪名叫做男女生非正常接触。你看他这个用词。他就很赛博朋克，非正常接触，感觉谈了个外星人。范围包括男女肢体接触、男女同桌吃饭、男女并排行走。我寻思这些都是非正常接触，那啥是正常接触啊？操场上亲嘴儿。还是双方家长先见个面啊？当时处罚力度是回家反思4周。我不是很理解，我觉得我要在衡中谈恋爱，顶多也就偷摸传个小纸条。你要上我回家反思，我俩可就逛街去了。当时衡中有那种老师，他专门负责查违纪，每天就往他那个电脑前面一坐，拿个高清摄像头看有没有人谈恋爱。哼，恋综观察员。
他要是去当恋综观察员，那嘉宾来一对成一对，就在他眼里干点啥都是想谈恋爱。我当时比较爱干净，我宁愿不吃饭也要挤时间洗澡，就因为身上没有臭味儿。德育主任质问我，说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天天洗澡，肯定是为了招女生喜欢。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我洗澡不是为了女生？我是为了卫生。不洗澡我身上痒痒。老师说身上痒痒，我看你是心里痒痒。当时德育主任他还负责查自习，然后他检查的指标是抬头率，就是在一间安静自习教室里，德育主任会从教室前门推门而入，看有谁抬头看他。如果你抬头看他，你就是没有学进去。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你不进来，我已经学进去了？就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门开了，但为了避免违纪，硬不抬头。这个东西需要的意志力，比你抬头看一眼还分神儿。我有一次正做着作业呢，突然老师推门进来，我嘎一走神，算出来李白是个等边三角形。就李白要是在我们衡中上的高中，他也当不了诗人，他望不着明月，他举头只能望主任，然后主任让他低头回故乡反思一周。我当时看过一些犯罪电影，里面描绘的那种校园枪击案，我说在衡中都不可能发生，罪犯都没有体验感。你们想象一下，一个变态枪手扛着 AK-47踹门而入，没人。他准备好享受我们的惊恐与尖叫带给他的变态快感，然后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他，罪犯都吓坏了，赶紧拿枪指着我们大喊，说 freeze， 我们 FREEZE。他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被人拿枪指着还能学习。我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好，讲到这，谢谢大家。谢谢，哎，谢谢大家，谢谢，哎，好像刚才没有见到我一样。哎，很开心啊，今年不用比赛当老友了，做脱口秀真好哈，年纪轻轻就可以倚老卖老啊。我和付航今年迭代了去年的老友啊，去年的老友庞博横向调动为主持，去年的主持喜提毕业啊，脱口秀也搞降本增效了啊。老友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稳住老观众，衬托新演员，托举他人，献祭自己，老友记嘛。所以大家能听得出来啊，现在的出梗已经有一些调皮了啊，这就是我今年的喜剧风格啊，笑不死风啊，我就会讲那种观众会笑，但又不至于威胁你们生命安全的笑点，你们听完之后统一的反应都是哈哈笑不死。当然，如果我这么控制还是太好笑的话，那就说明姜还是老的辣。要是真不好笑的话，那就说明姜乃是你们的辣。脱口秀比赛好啊！我们每年来这里，带着自己最好的段子啊，最大的野心和最严重的心理问题，一顿厮杀，最后只有一个人会含笑上岸，而其他所有人都将大获失败，或者小获一些不为人知的失败。就是那种啊，你还上过节目啊的失败。哎，太残酷了啊！残酷的就像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啊。但人呢，又没办法不比，
就连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瞎比比，那都源自于当年我们在爸妈的身体里拿了那次游泳比赛的冠军。那是我们第一次拼命。你当时游完了，上岸了，以为完事儿了，一抬头发现，哎，人生是铁人3万项。在羊水里的日子都是海选。一出生，恭喜你获得了参赛资格啊！我第一次接触到"看看别人家孩子"这句话，当时我只有1秒大。我出生的体重5斤2两，隔壁床的孩子8斤4两。我妈当时看着我说："咦，这孩子怎么缺斤少两的？"我爸说："哎呦，是不是没生完？"除了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哈，我是家里的2胎，从小我还得跟我哥哥比啊。小时候我家里所有人都会夸我哥，说这孩子聪明，就是调皮；夸我都说这孩子踏实，就是踏实。踏实这个词一听就脑子不太好使，并且小腿很粗的样子。确实是这样。踏实这个词啊，从不单独出现啊。从小我就知道，踏实肯干懂事是我的核心竞争力。小时候上山砍柴，我哥非要不走路，他非要我奶奶背。我奶奶看着我，我说我不用背。我奶奶说小鹿真乖，比你哥懂事。于是我奶奶背着我哥，我背着柴。我好开心啊，我赢了啊！我既懂事又有柴。哎。我奶背人，我背柴，我哥好惨，人财两空，笑不死。作为一个踏实孩子，我确实很肯干，但我今年在干完60场专场之后，我的嗓子失声了啊，说不出话了，跟今天的付航一样，被命运扼住了喉咙。我当然也没有这个备用的嗓子嘛，所以我只能取消了演出，在家闭麦了10天。那个感觉怎么说呢？无语了，大无语事件。我无语之后呢，我妈这辈子第一次对我进行了正面管教。她跟我说："你不要再拼了，你已经很棒了。"哟，天哪！突然听到这句话，东亚小孩，我的天都塌了。哎，你已经很棒了，在我听来就是，虽然你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就，但你这辈子就这样了。这是人说人的话吗？这不是我说我家狗的吗？啊，没有在沙发上尿尿，你已经很棒了。你才已经很棒了，你们全家都已经很棒了。我这才哪到哪儿啊？哎，我妈吓得我都开始反省了。我想呀，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的父母突然放弃了我？是我哥突然出息了吗？也没有啊。我赶紧回复我妈，我说妈，我还可以更好的。我妈秒回我说也是。你现在生个孩子比啥都好啊！你看你哥啊，书读的不多，但现在2个孩子都这么大了。我说我看我哥啥，2个孩子都是我嫂子生的，你带的，我看我哥过得有多爽。我妈说呀，这你跟你哥比啥？哎，又不让比了。你发现啊，父母这个评判标准真的是说变就变。小时候跟你说好好读书比啥都强，现在跟你说生个孩子比啥都强。以前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点事儿出来，现在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个人出来。2个更好啊，3个最佳。我不是不想做人，我只是不喜欢别人教我做人啊。我现在确实也想生小孩了啊，但我想生小孩不是因为我觉得生个孩子比啥都好，而是我觉得生个孩子怀着孕来比段子，比啥都好。哎，你想一下，如果我能怀着孕来比赛，那简直是喜剧之王炸，对吧？比好了是带球过人，没比好那是其他演员没有素质。不给老弱病残孕让位啊！但是啊，我一直都没有怀孕啊，看来我的孩子不想为喜剧而生。我办的游泳比赛没有人下水，
啊。我现在突然意识到，怀孕本质上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只有那种在娘胎里就想比的人才会出生，一出生就被比，所以叫 baby。现在知道我优化掉哪位老友了吧？王建国的大业后继有人了。其实我今天想说的就是，生而为人，就说明你天生爱比啊，爱比不是病，想赢不丢人。你不是好胜心重了，你就是 DNA 动了啊！咱们爱比就多比啊，都别装不比哈，最烦装不比的人了。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宋万博。今年我的人生取得了重大突破，我找到了女朋友。我是在交友软件上找到的。说实话，一开始有点犹豫，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不要用那玩意儿，上面男男女女都可乱了，不是啥正经地方，你别下载。我下载了。使用感受怎么说呢？就一个男生啊，一个男生，如果你不是特别帅的话，你是感受不到乱的。我用了1周，这哪乱了？挺正经的呀。我都加了一个考研群了，每天打卡背单词。我跟我朋友说，这跟你讲的不一样啊。他说有没有想过是你的问题？我说是我不好看吗？他说难看。就你长得太正了，你特别像我们教导主任，不想找你谈恋爱，只想找你背单词。我说你说这个简直荒谬啊！他说对 ，ridiculous。哎，我平时背没这么顺呢。还有你长得有点朴实，我最烦朴实这个词，因为朴实意味着土。每次有人说我朴实，我都会想起一个山村老大爷捧着个筐子，水果滞销，帮帮我们。我想谈恋爱，帮帮我吧。但我得承认，虽然我长得朴实，但我心里并不朴实。我不是我这张脸的人。只是长成了这个样子，我就这么说吧，很多男生心里头都住着一个渣男，只是被他糟糕的外表锁住了。当然也有些没锁住。我坦白说，我在交友软件上，我看过男生。我想法很简单，我就想看一看是谁在乱，谁有资格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20左右的男大学生。他照片一般是在卫生间的镜子里，拿着手机对着，另外一只手把 T 恤撩起来，塞自己嘴里。坦白说 ，T 恤我也有。但我差的是 T 恤吗？我要是把 T 恤撩起来，特别像30天减肥的第1天。有些人会问，在交友软件上什么样的人会受到欢迎？长得帅的人。有什么疑问吗？长得帅的人在哪都受到欢迎。我当过帅哥。我不帅，但是我当过帅哥。我就是当过。就去年，我大姨来北京了，当时我还没有女朋友，她问我有对象了吗？我说没有，长这么帅没对象。这句话暖了我1整年。我6岁那年，他也这么夸过我，暖了我30年。去年到期了，又给我续上了。我衷心希望我大姨长命100岁。但我真正体会过帅哥待遇是20年前了。当时呢，我是一个转校生，高中嘛，而且20年前流行一部偶像剧叫《王子变青蛙》，有人说我像那个男主角明道，还有人说我像阮经天。像不代表帅，像2大帅哥却不帅，感觉像是集2大帅哥缺点于一身。但在我们学校传遍了，还有一个 slogan 说台湾省2大帅哥强势登陆河南。会有女生手牵手来看我，你能想象他们希望有多大？
失望就有多大，一失望就会撒气儿。一般是练体育的女生打头阵，一脚把门踹开，那个下明道的人出来，我看一眼。像个屁呀！我说不像明道，也不能像那个吧。这还只是轻度的，中度的一般发生在课间的时候。我喜欢趴桌上睡觉，更增添了神秘感。想象一下，转校生，教室的后排，课间喜欢睡觉，符合校园帅哥的一切设定，就差帅了。会有女生头从那窗户那都钻进来了，就他一瞪，我看一眼，我看一眼，看，我谁把气门芯扒了？这还只是中度的，重度的一般发生在放学的路上。放学路上，我走着走着会突然听见后边有女生冲到我前面，这样。她的闺蜜，帅吗？关键是我招谁惹谁了。但我也不怪他们，我觉得要怪就怪那个第一个看完我失望回去那个女生。你失望的回去了，你也不告诉别人，感觉我被全校的女生都骂过了，对吧？他看完丑死了，一点都不帅，丑死了。别人问长得怎么样，我觉得还可以。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们去看吧，没准喜欢呢。丑死了。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是谁在造这个谣，说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她特别喜欢看偶像剧，当然她只是说我长得像，但是造成那个后果，我要报复她。我报复她的方式非常极端和残忍。我说她长得像刘亦菲。你们可能不太了解，20年前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是什么地位，相当于20年后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的地位就没变过。我也让你尝一尝被大家轮番唾骂的滋味，但我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女生啊，首先人家底子好，其次呢，就是当时男生的审美呀，很容易被舆论操控。看着看着自己信了，还真有点像哎。从此有一个新的谣言产生了，说高2 6班呀有一对金童玉女，明道和刘亦菲。刘亦菲不错，明道有些 ridiculous。那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你们好，我叫徐指导。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节目。我来的时候选战队队长的时候，我选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当队长的第一志愿，就是刘洋教主。因为我很希望跟他能一起在那里并肩作战，并肩作战了15分钟，被打下去了。我本来想让队长好好领导我，我现在想办法捞块牌子捞队长啊！我从小是家里老人带大的啊，我对我的爷爷评价一直都挺高的。我觉得我的爷爷姑且可以称之为是个慈善家，啊，就主要的这个慈善方向是这个缅北这一块啊。就我的爷爷在被诈骗这一块就是天赋异禀。可以说是老天爷骗他饭吃，因为他身份太特殊了。我的爷爷是一个专攻于草书的书法家，名字叫徐德伦啊。就如果你们真的好奇的话，就等下演完出你们可以去搜他啊，但是你们不要去骗他，因为我马上就要讲到别的骗子是怎么骗到他的。这些都是吐槽我爷爷，不是跟你们介绍我爷爷的使用方法。因为我爷爷是一个民间老艺术家，
他很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大家认可，骗子就会拿捏这个心态。比如我爷爷经常会花重金买回家里一些你一听这个世界上他就不该存在的奖项。前段时间家里多了一个奖状，叫中华书画4大魁首，上面4个头像：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徐德伦。4个头像，就1个彩色的。今年我过年回家，饭桌上我的爷爷非常开心，说一家人都回来了，想开瓶茅台。我说爷爷，咱们都自己家人，没有必要喝这么贵的。只见我爷爷大手一挥，掀开帘子，里面露出了一箱长得像茅台的酒。我说爷爷，咱可都自己家人，要不稍微喝点贵的。我爷爷拿出了其中1瓶假茅台，各位，我看了一眼那个假酒的包装，我就明白这个骗子有多么懂我爷爷。就那瓶假茅台的包装正面跟你们见过市面上的真茅台长得一模一样，完全正常。它的背面印刷着一整套的这个徐德伦草书作品。我说你俩啥时候联的名啊？我爷爷说刚开始合作。主要是人家对爷爷这个草书作品的认可，这1箱酒，茅台12瓶，人家卖我328。我说这茅台2000块钱1瓶的酒，怎么印上德伦草书跟散白一个价了？这是对你德伦草书怎样的认可啊？这德伦草书可太牛了，帮家人们把价格打下来了。我不想伤他的心，我还是陪他稍微喝了一杯。就朋友们，我平常也是喝过点白酒的，但我真没喝过假酒。假酒那个味道和口感，我当时尝了一口，我说怎么这个封面上这个草书它是渗进去了吗？茅台啊，我第一次喝出了墨香型。我爷爷还让我评价，他说孙子，你看爷爷这个草书在酒瓶子封面上写的怎么样？我说爷爷，从味道上来看，你写的绝对算是入木3分了。但是从内容上呢，我认为一个茅台品牌的酒啊，是不该允许你在上面写这个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骗子是越来越猖獗。2023年，我的爷爷在老家接到一通电话，表达了对他书法作品的肯定，说希望我的爷爷可以交点报名费去北京写书法，要炒作他。于是我的爷爷，一个退休30年、一辈子生活在辽宁省的一个传统东北体制内老干部，在自己84周岁那年，毅然决然决定北漂。我说我是听说人这个73、84有那么2道坎儿啊，但我没想到84这道坎儿能迈得这么的宏伟。就徐德伦先生在他84岁要迈的这道坎儿叫山海关。我当时还在北京读研，毕业季正在找工作，不是很顺利。我刚失败了一家单位的面试，我回学校的路上，我爷爷还给我打电话说：“孙子，那个爷爷在北京找了个工作。”我说：“你春招比我还顺利呢。”那个你毕业先不要着急找房子啊，我准备上北京跟你合租。我从老家多带几瓶酒过来，咱俩天天下班一块喝。我说有点分不清哪句话更吓人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么个结局。我从辽宁省，我考来北京大城市，我好不容易找了工作落下来，然后跟爷爷合租，这是不是太绝望了？在大城市跟爷爷合租，在大城市我白天不是已经当过孙子了吗？啊！跟爷爷合租，各位你们有人跟爷爷合租过吗？你都没法跟你的合租室友拎着合租室友之间该立的合租规矩啊，用到爷爷身上太不合理了。你说那个爷爷啊，咱俩不能用同一个 WiFi 啊，咱俩上厕所得排队。还有最重要的，未经我允许，你不能私自带我奶奶过来过夜。但我尝试稍微理解了一下我的爷爷，其实老年人希望自己有价值。
我爷爷就是很希望努力能让自己的作品火，想挣点钱给我买房子。但他现在在他这个方向，就是越努力，我离买房越远，我离合租越近。骗子最过分的就是这点，他会利用老年人的这种亲情。他那个骗子直接就跟我爷爷说，只要你愿意来北京啊，把这个钱交了，我就会炒作你，将来你1平尺的书法作品就能在北京买1平米的房子。我爷爷听完，现在拿着那个笔和纸就要来给我弄套房子，上一个这么有底气的书法家呀，叫神笔马良。我说咱是不是太敢信了啊？1平尺好几万，你按他这个说法，我爷蹲地上在那写比印钞机都快。我爷就鲁迅笔下的老黄牛不过如此了，喝的是假酒，写的是真迹啊。你感觉宣纸想升值都该给我爷爷用，蔡伦造纸就是为了德伦用纸。上周我跟我的爷爷说，我说有一个单口喜剧的节目找我，我下周准备去一趟上海，我准备带着你的名字上节目，争取咱爷俩起码火一个。我爷爷听完笑了，说你是不是叫人骗了？家人们，谢谢各位，谢谢你们。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宇。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啊，我确实变化还挺多的。现在已经开始有亲戚找我办事儿了。我上个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跟我说：“翔宇，你表哥被抓了。”我一问，说是因为我哥开店不小心收了一笔诈骗的赃款，要配合调查，现在被抓到了上海，联系不上。然后问我说：“翔宇，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去看守所把你哥弄出来？”我听完直接懵了，我上哪儿找人去？我在上海认识的全是脱口秀演员，屁用没有，只会幽默。我要是问他们，你们有什么路子能去看守所吗？说咋的？你想去看守所演出啊？那你去不了，那里明星太多了，你咖位不够。我实在不知道咋办，我就寻思帮我哥找个律师，但你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就打开了大众点评。哎，大众点评真的有很多律所，但那些好评你也不敢信，就跟饭店一样，很多好评一看就是刷的，说这家律所位置好找，不用排队，判的死刑立即就执行了。而且选择一多吧，你就会想找一个最划算的。我最后给我哥精挑细选了一家4.7分的律师事务所，团了一个3.9块的刑事辩护套餐。现在想想真的荒谬，穷病乱投医呀！3.9块的刑事辩护律师能干嘛呀？法官说无期，律师说行。我哥在那儿，我到底犯什么罪了？贫穷。后来我哥当晚就放出来了，但这个事儿对我冲击特别大。就是我本来以为我能不用搞关系、找人情，靠自己就能生活下去，但其实我靠的就是啥事儿上网搜。你说亲戚问我，翔宇，你在上海有人吗？我说我有人工智能，有问题找夸克。夸克 AI 超级框，啥都能回答，就是搜商高。亲戚说：“翔宇，你要不先搜搜怎么提高情商吧？”其实从上大学开始，家里亲戚就会说：“你出门在外，以后工作要靠人脉的，要多和那些比你厉害的人来往。但是比我厉害的人凭啥跟我来往？不都说人脉的本质是资源置换？人图我啥资源啊？图我网盘资源。”我直接给爱奇艺 CEO 发私信，我有影视资源要跟你置换，我拉你进资源群，你让我进娱乐圈，感兴趣出来吃个饭，我还有海底捞大学生优惠。哎，但是我现在能意识到吧，有些事儿你只靠自己确实很难办。我去年刚来上海的时候看过一次病。就我脚这里烫伤一块，然后一直化脓不好，你上网查贼吓人，是会发烂发臭，然后截肢。
但是有烫伤科的医院呢又特别少，我一看号至少要等1个礼拜，我说那不用看了，直接截肢吧。喜剧之王单脚记。然后我找了半天，发现唯一能挂到的就只有那个特需门诊。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排队了，但是同样的医生，你直接挂50，特需门诊1000。我说，哎，这怎么医院还有迪士尼速通卡呢？我要不还是排队吧。我就发现人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你哪怕是看病，也会下意识考虑性价比，就真的要钱不要命。身体的事儿不着急，啊，不就是排队排到死吗？哎，至少能玩上1个项目吧，啊，飞越太平间。然后我就问我上海的朋友说怎么看病能更方便一点，他们就跟我说那就找人呗，啊，我不用排队，我哥是肿瘤医生。我说那你天天得肿瘤？他说不是，我哥会带我去其他科室再找人，那医院也是小社会，能关照的地方肯定会优先亲友嘛。为啥是亲友优先呀？不应该是 IC 优先吗？以前也没人教我这些呀，我只知道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不知道学医能救自己人呢。难道医学生宣誓仪式的时候问咱们为什么献身医学？为家人谋福利。哎，我说实话，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就是我以前觉得我不想搞关系，是因为从哲学上讲啊，就是人想要公平，那我自己也得先做到吧。那这样我就算过得再差，但我至少是个好人吧。但我现在觉得，这不就是精神胜利法吗？就啥都没有，但是贼有态度。因为你现在想要过得好，你要么就有关系，要么就有钱，但我就是2样都没有，空有一身正气，但是嘴硬，我没钱，也没关系，都没事儿，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们，我是香云。也是红气养人了。确实啊，今年又来了。我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表现出色。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我问了 AI。去年我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夸我。还有人跟我说什么女孩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女孩子都香香软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说法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女孩子是各种各样的，为什么一定要香香软软的，对吧？对啊，我们又不是什么法式小面包。但是直到最近，有一个零食品牌找我直播。当时真的没有忍住，我说我就是小面包，我香香软软，可能因为我太谄媚了吧，最后没有接到这个商务。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说记住了我的自信。还有一些姐妹跟我说很羡慕我的天生自信，哪有人天生自信啊？咱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医生在产检的时候指着那个 B 超单说：“哎呀，你这个小孩啊，先天性自信呐。”然后等这个小 baby 在产房里面出生的时候，他就做自己。就是我是从小到大都很胖的。所以我不是天生自信，我就是天生胃口很好。哇，真的，我的胃口好到什么程度？当我第一次听说开胃这个概念的时候，大为震撼。我说啊，胃还有闭上的时候呢？你们还得叫他开门吗？你们怎么叫啊？你说喂，给胃
被叫生气了，我说第一。谢谢你们喜欢这个梗啊，这个确实是我今年写书最喜欢的一个梗啊，没有任何原因，就是荒谬啊。我以前其实都很自卑的，我最自卑的时候是青春期，因为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把班上最胖的女生和最胖的男生拉郎配，对吧？初中都禁止早恋，而我在包办早恋。我跟那个男生啊都没有说过几句话，我们两个人不敢，因为我们但凡有一点互动，其他人就你看，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大堆呀。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当时特别像那种被强制营业的 CP。我跟他都想解绑，但粉丝们不同意。我跟他想解绑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个人呢要瘦下来，但我瘦不下来，所以他必须给我瘦下来。到后面我疯了，我看见他坐在那儿我就生气，我说你运动啊，你跑步啊，你再不跑我就追你了。他说你不跑我就追你了。同学听到磕疯了，哇，他逃，他追，这一大堆，好，都懂啊，都是磕过 CP 的人。但这个说实话不是我当时最害怕的，我当时最害怕的是体检称体重。都懂啊！因为我每次围着上那个体重秤啊，好多男生围过来起哄，那个场面万人空巷。那会儿就已经像女明星了，但其实那个体重秤更像女明星，我像她的保安，因为是我在。别看了，走，我们称老师不拍照。这就是我的青春，所以我当时真的看不了一点青春片，因为你们那些女主角啊，要么天生大美女，要么丑小鸭逆袭，一个能代入的都没有啊。你们看过《初恋这件小事》吧？对吧？它讲的就是女主为了男主一路逆袭的故事，但你们可能忘记了，女主角有一个胖胖的闺蜜，她也有自己的 crush。我当时带入她看了半天，结果看到她一直在帮女主追男主，我真是恨铁不成钢。我说小胖龟呀，你就没有自己的男人要操心吗？后来那个女主角啊，她不是丑小鸭逆袭变得很漂亮了吗？好多男生都很喜欢她，结果小胖龟还是黑黑土土的。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说我们不是闺蜜吗？你美白不叫我，学化妆不叫我，哦，吃饭你倒是叫我了。而且你还不吃，能不能管一下我们普通人的死活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们普通人拍一个青春片啊？真的，能不能至少给我们造个梦，对吧？如果让我拍，我就拍里面那个女主角，她也胖胖的，什么都没有，但她就是很自信，因为她身边的人都很正常友好。比如说，当女主和班上最胖的男生走在一起的时候，其他人只会说：“你看，真是一对普通的两个人啊。”当女主体检称体重的时候，围过来一圈男生当她的保安，说谁都别想看她的体重。旁边医生说：“啊，我也不能看吧。”当女主因为有了 crush 开始身材焦虑饿到晕倒的时候，闺蜜递过去一个小面包，说美丽没有天花板，你看你多香香软。而且为了男人不值得，因为没有4菜1汤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不好吃了。我朋友听了我的这些设想啊，他说你说的这个不是青春片，是舌尖上的中国。
不得不承认啊，姐妹们，目前的环境催生不出来这样的青春片。所以真的，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不够自信，你就装。你们别管，你先装他一个疗程的。如果你实在不会装，你现在在兜里装一个 vivo S30。等一下哇 ，Live Photo 神器，拍出鲜活的自己，好好看看你们自己到底有多美好。事实证明，谄媚是可以接到商务的。而且我们仔细想，你装自信没有任何损失，哪怕有人过来问你说你凭什么那么自信呢？不要理他，掉头就走，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为啥。就像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要自卑一样。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我是一个兼职脱口秀演员，我现在业余时间还有一份全职工作。我在我们公司是总监。对。在公司基本就属于中层。还有一个老板，一个下属，没有同事。就这老板还要天天开会跟我们讨论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公司一共3个人，啥战略？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我们公司真的特别小，有多小呢？我们租那个写字楼以前是个酒店，我们公司就是个标间儿。而且它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很多。我们公司没有打印机，却有一个浴缸。浴缸里还堆了很多杂物，什么吃的喝的。有一天客户来了，老板当着他面跟我说：“你去浴缸里给客户拿点水。”前2天我下属还辞职了，我们公司连群都没有了。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你说脱口秀不怕老板知道吗？”我不怕，因为你看我有2份工作，我们老板有4份。一个公司2个人6份工作，我们公司就业率300%。你要想实现就业率100%，还得雇4个街溜子。我们公司就我一个全职员工嘛，前2天老板又雇了个兼职，是兼职 CEO。听说过吗？兼职 CEO。你们哪个公司 CEO 年薪是日结的？平时我都不太敢给他打电话，因为害怕他还有什么别的兼职。我怕我打电话，我说老板有个文件需要您签字，老板说一会儿签，等我送完这单。不光公司奇葩，老板还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哎，你们能相信吗？前2天我老板让我值日。我说值日是不是应该轮流值日？我没见过谁一个人值日，一个人那就不叫值日，一个人那就叫保洁。我现在都害怕，我以后去面试，人家问我有什么工作经验，我说打扫过标间儿。就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前2天又跟我说，你以后每个月要读1本书。哎，你们发现没有？老板只有在这种没有用的事上跟你提的要求才特别清晰。正经工作上的事根本就说不清到底让你干啥。你看，每个月读1本书，非常清晰可量化。然后一到工作就跟你说，把这个弄一下，把这个弄一下啊！朋友们，你真的很难听到人类说一句话，主谓宾都不知道是啥。把这个弄一下，谁弄一下？把哪个弄一下？什么叫弄一下啊？就这句话，老板可以让我干任何事儿。老板就算让我杀人都可以说把这个弄一下。
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他居然跟我说：“你去起草一个自愿降薪协议。”我说：“怎么你要给我降薪，协议还得我自己写啊？你要勒死我，麻绳还得我自己编？你这就相当于潘金莲跟武大郎说：大郎煎药了。”而且什么叫自愿降薪啊？我可太愿意降薪了，我都是想找老板谈话。我说老板，我来公司这么久，也该给我降薪了吧？现在好几个猎头联系我，他们给的比你少多了。我可太愿意降薪了，我过生日许愿都是升职降薪。我看网上有人发帖又降薪了，我赶紧在下边接。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这一次他居然要给我转成兼职。我说我不缺兼职。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霸道总裁。他跟我说，虽然我给你转成了兼职，但我希望你不要有别的工作。我说怎么，您还要给共享单车上锁啊？不过降薪也有一个好处，我发现老板跟我说话都客气了很多。以前老板就是跟我说你这个不行，现在跟我说你这个不行哈。我说那不行的话，那你把这个弄一下。哎呀，但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老板给我降薪，我就只能把老板写成段子；老板给我降薪，我就给你们带来欢笑，这就是降本增效。谢谢大家，我是小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啊，今年大2，现在心情怎么说呢？就是马上有期末考试了。我念的是中文系啊，我发现有时候我很难跟人解释说我们这个专业它究竟在学什么。就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坐火车上学嘛，路上很无聊，有一个阿姨就说：“小伙子，你大学学什么的呀？”我说：“阿姨，我学中文的。”阿姨说：“那你学的挺快呀。”我说：“阿姨，我是中国人啊。”我在我们专业，说实话，待的没有说特别适应，因为我们专业是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多、男生比较少的一个专业。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学校举行那种跳长绳比赛，进了我们队的微信群，发现就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生。那天体委在群里说的是老婆们集合了。我说这儿还有一个人类呢。体委可能没反应过来啊，说别人都没意见，怎么就你有意见？但后来那天活动现场，他发现确实是有一个男生啊，所以那天我们夺冠之后，他发的朋友圈里就表现了对我的尊重。他说我和老婆们和陈明飞取得了冠军。感觉我像他们养的一条狗。我念中文系就是想学习写作，写一点真正好的一点作品。但上了大学之后，老师跟我说，一个作家想写出那种真正好的作品，应该要先过30-40年苦日子。我说这是不是有点太久了？你说我万一好不容易熬了20多年苦日子，然后突然死了，那我这辈子不全是苦日子吗？就你不要跟我提什么卧薪尝胆的勾践，我知道这个听着很励志，但我觉得他励志就是因为勾践当年成功。他要是尝了3年胆被夫差灭国，那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沉迷尝胆。导致亡国的变态了。不过我还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啊，我也焦虑过，说我真正能写出好作品之前怎么赚钱养活自己。我甚至考虑过转专业，但我后来转念一想，自己在老家有一群爱看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朋友，我心想这群傻帽的钱哥们还是能挣的。一个作家这么一个几千年的行业，它能有什么问题呢？然后我大2那年呢 ，AI 会写小说了。
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我感觉自己像那种晚清刚进宫的太监，一个阉人。就是我准备工作刚做完，发现行业消失了。我当时感觉自己被时代所欺骗了，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报志愿那会儿，全网都在告诉我，文艺就是人类面对 AI 的最后一道防线。我说怎么2年就被打爆了？你 AI 用的不是 C 语言吗？怎么先把汉语言取代了？你这个 C 该不会是 Chinese 的意思吧？我很痛苦啊！我去问做 AI 的朋友，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就行，我们做的这种行业会不会被 AI 取代掉？我朋友跟我说以后说不好，但现在不会，因为 AI 刚开始学写作，它短期内比不上你。我说这怎么可能安慰到我？我也刚开始学写作呀。我跟 AI 同时开始，你猜我俩谁学得快一点？该不会是我吧？很难受啊！我去年年底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短诗创作比赛，发现有个赛道已经叫 AI 赛道了，要求我们的作品展现出那种人机协同的美感。我说人机协同，我小时候不是管这玩意儿叫作弊吗？我记得我小学那会儿看着有同学考试那会儿拿手机搜题，人机协同，轻轻松松拿高分。我辛辛苦苦做半天拿个中等的成绩，我都安慰自己，我说陈明飞没事，你现在累了一点，但你培养了能力，长大你比他们强。长大发现人机协同才是真正的能力，就感觉像另外一个版本的卧薪尝胆，就是勾践尝了3年胆，发现夫差让别人消灭了。人轻松了，苦白吃了，在历史上还是一个沉迷尝胆的变态。我当时就感觉相信了很多年的道德信仰就是崩塌了。我去听了我们学校一个 AI 应用伦理的讲座，那个讲座上老师就明确说了，你用 AI 帮你写小说、写文章、发杂志肯定是不对的。我说哦，至少还可以，至少象牙塔还支撑着我原来的道德观念。那天有一个提问环节，有个学生问老师：“我确实没有用 AI， 但很多周围同学都在用 AI， 我不用，我不就比不过他们吗？”我心想，老师这个人一直太不坚定了，你赶紧说他骂他，点醒他。老师说：“咱们先把后面的摄像机关一下。”老师跟大家分享一点真东西呀。老师说，这个 AI 刚开始发展没几年，很多相关规定都很灰色，所以老师觉得吧，只要没人管，你就随便用。我说什么？我拿你当教父，你跟我玩碟中谍？哎，那我刚刚辛辛苦苦那1个小时听的是什么东西呀？是用来解锁正文的广告吗？我那天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我感觉就是伦理道德这个东西啊，它就很像摄像机，它能约束人性的丑恶，但也能关。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我明白 AI 是好东西，我知道它是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我不在车上。我感觉我像那种电车难题里被捆在铁轨上的那个胖子，就只不过时代的电车不会遇到难题，就可能有列车员通过监控看到说列车长前面好像有点人，咱要不要停下来等等他？列车长说就那么几个人，你把摄像机关上不就好了吗？就看着那个车越开越近，我旁边的朋友就会问陈明飞：“咱们现在怎么办？”我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说：“那我先上车了。”人越来越少，我看着电车过来，我也很害怕。我就躺在那儿，我说等等，这儿还有个人类呢。他说别人都没意见，怎么就你有意见？谢谢大家。
好，大家好，我是二维码啊。我有一个儿子，5岁了，最近不太喜欢他，因为他非常的肥胖，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你们挺道德感挺差，你们啊。哎，我这样想啊，朋友们，不是我胖，我儿子就活该得胖。我胖是因为我有不良的饮食习惯，而我对我儿子的饲养非常的科学。他上幼儿园之后就住在我妈家，周一早上起来，我妈给他做好了早饭，他吃完了早饭送去了幼儿园，我就知道了这个人呢得吃早饭。到我单独带他，我就带他出去吃早饭，我每次都确保他吃的一口都再也吃不进去了，把他送进幼儿。哎，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有责任感的父亲。我这样做2年多的时间，最近他上幼儿园大班了，我偶然的得知他们幼儿园呀有早饭。我说完了，你知道你做的多可怕的事情吗？当一个人从3岁开始，每天吃了早饭就去幼儿园，到了幼儿园就吃早饭，就会在他脑海中种下一个坚定看法，说这个人呢，就得吃2顿早饭。当你有了一个儿子，你就会发现事儿太多。那天我回家，我发现我儿子在幼儿园让人打了一顿，这是很多男人不能接受的事情，这是他们人生的底线，但是我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我儿子嘛，他毕竟不是我本人。别人打我本人，那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打我的儿子，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令我难以接受的事情。我花费了一些时间接受了下来。我说那明天我送你去幼儿园吧，你别让人打一顿，你不敢上幼儿园。他说明天不用上幼儿园了，因为老师说他受伤了，得在家里边歇2天。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这是我人生的底线。我作为一个5岁孩子的父亲，我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给我尽可能多的去上幼儿园。朋友们，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幼儿园？咱们花那么些钱去雇佣一个机构，当然是让他们去干那些咱们自己不爱干的工作。我要是特别爱带孩子，我儿子能上幼儿园吗？哎，朋友们，而且孩子需要幼儿园吗？孩子需要父母，是父母需要幼儿园。现在幼儿园太膨胀了，没事就给你打电话，来个电话说冯先生，您儿子在我们幼儿园有点流鼻涕了。我说那回家就不流了呀啊！哎，我想不通啊，幼儿园为什么会觉得我就急需一个流鼻涕的孩子呢？我要是能选择，我会让我儿子把他一辈子的鼻涕都给我留在幼儿园。晚上回家的时候，还给我一个鼻腔干燥的儿子。在其他的消费活动中，商户是不敢对咱们如此无礼的。我送一件衣服去干洗，他不可能洗吧洗吧给我打电话说冯先生，您这个衣服洗呀洗呀丢颗扣子，你快拿回去吧，再洗就没有扣子了啊！不可能，他得把我的扣子找到缝回衣服上，洗好了我拿家来，这是他们收了钱应该提供的服务。幼儿园也是一样，我理想中的情况是幼儿园给我打电话说冯先生，您儿子在我们幼儿园有点流鼻涕了。我说好，那如果我儿子下午的时候止住了鼻涕，他晚上就能回家。如果他下午没有止住，您就得给我一直带。幼儿园那边的麻爪的说什么？您儿子流鼻涕流得很严重，我说我送去时候可不流啊。我送去时候是一个好孩子，是你把他玩坏的，你就要负责修理。幼儿园那边还想狡辩，我直接就把电话一按，电话卡拿出来掰了，家里边房子一卖，让幼儿园再也无法得到我的音讯。园长这几年得带着我儿子求医问药，把他恢复正常了。同样的是，就同时间，我在我自己家小区楼下吃完了晚饭，
拉着我女儿的手，饭后散步，会偶遇同小区的家长，他们会问我说：“哎，冯先生，您儿子呢？”我说：“我呀，没有这个东西。”谢谢大家，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二维码。大家好，我叫贾德玉，我现在在读博。我在新加坡读博读了很多年，现在已经是第6年了。6年的时间全部投入在一个项目上，最后论文能不能发表也不知道，就感觉读博真的很像赌博。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东南亚做任何事情，校园区域也是一种园区。我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就爱听这一声。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不一样，因为人工是 man made， 而人是 woman made。我妈妈不知道我每天在干什么，我就给她解释嘛。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方向是教人工智能学人，并且在一些场景下装人。说完我也觉得挺困惑的，我们人类不是可以直接造人吗？为什么还要先造一个人工智能，再让它装人？人造人不如人造人造人工人。我妈也不理解，她说你读博读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造一个假人。你要是去造人，1年就出来了。现在小孩都会打酱油了，6年你都能造6个了。我说妈，咱家应该也不需要这么多酱油吧？而且生产人性价比确实有点低，养孩子6岁就打个酱油，养人工智能就不一样了。DeepSeek 1岁就能做逻辑推理，语数科技的机器人3岁就能上春晚，人工智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可以为我打工赚钱了。反正也没有未成年人工智能保护法。我觉得我的想法这么奇怪，主要的责任在于我妈。用人工智能的话来说，就是我的开发者。有人说我爸也有责任，我爸他只是提供了一点训练数据，而且他的训练数据里面还有许多脏数据。他一次提供几千万条、几百万条，有用的就1条。我们有一门课教人工智能，在这个课上，老师用人工智能布置作业，学生用人工智能写作业。老师知道之后，又开发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检查学生的作业是不是人工智能代写的。那这个过程中，人类发挥了什么作用？人类卷死了2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都懵了。你们人类究竟为什么这么卷啊？他们硅基生物哪懂我们碳基生物啊？我们碳基生物 DNA 就是卷的，双螺旋结构。好在人工智能也不总是智能。那天我问 ChatGPT，1/3加1/5等于几？他说1/8。仔细一想，倒也正常，毕竟 ChatGPT 是美国人发明的。后来我也去问了 DeepSeek， 他每次都能答对。相比于 ChatGPT，DeepSeek 训练过程中多了一个强化学习的环节，就是让他去刷题，做对了加分，做错了扣分，他就学得很好。真是棍棒底下出 AI 呀！妥妥的东亚式 AI。虽然没有问过，但我感觉 DeepSeek 配得感应该不高吧。也不知道 ChatGPT 回家会不会挨骂呀？看看别人家的 AI， 再看看你，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进爱奇艺这样的大公司啊？我把这个内容发给 DeepSeek， 问他建议，他说知识点太多，笑点太少。我说我相信喜单的观众，他说呵呵，还是你们人类会做人啊。
我说那你来加点笑点吧，他就在我的文本中添加了一对括号，括号，此处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谢谢大家，我是贾德玉。大家好，我是史岩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就只有一个小孩。我跟我老公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是有独生子女光荣证的人。就是我们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吧，当时就以为独生子女这个事儿必须得传承下去，所以当时要完这个孩子，直接就给他也办了一个独生子女光荣证，然后做了一个节育手术，带了一个小环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节育，不是绝育，不是小猫小狗那个就是全切了嘛，他那没了我这个还保留了我的花花肠子。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是很神圣的事儿，一般来说都用一个小环代替。你看你结婚的时候戴个钻戒是吧？就是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然后你戴上这个小环之后呢，就是一生只能生一个人。但是戴之前我确实是非常害怕，因为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操作的嘛。但是戴完之后，明显感觉自己有点不一样了。当时我从那个手术室往外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不再需要为这个事儿负责任了，好像突然拥有了一些男生的权利。你甚至可以用这个东西反制他。将来有一天他问我，他说怎么怀孕了呢？我也可以跟他说，我说不能啊，不能是我的呀，我带了。当时医生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能管10多年但是戴上没2年就开放3胎了。然后婆婆就跟我说，她说赶紧生吧生3个，生3个光荣。我说妈，这把能定下来不啊？上把我都熬印了。但是我也不是没心动过，因为之前有的政策确实是挺好。去年有一个银行推出了一个优惠，叫生育贷款，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它啥意思呢？就是凡是生2个或者是3个孩子的家庭，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这个生活上的贷款。真的，我当时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说这个银行是骗小孩呢吧？是骗小孩呢，还是骗小孩呢？你就感觉这个孩子在肚里的时候，就有一些小额带的血统了。我说这玩意儿行以后这孩子都不用脐带跟妈妈连了都用小额带了。完了，将来你要是还不上这个钱了，银行就能把孩子带走。真的，你就去看去吧，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什么生育假又延长了，抚养假又延长了。真的，我现在不要2胎，我就总觉得这个事儿后边还有大的，我怕我要早了，要赔了。但是我婆婆就特别着急，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赶紧要吧，那个孩子多了好，孩子多了吧，热闹。我说妈，以前也不知道你喜欢热闹喜欢热闹的话，我要俩，是不？你也别闲着，你也要俩，要我再给你第2套方案，是吧？我有个朋友，他3个孩子是3个不同的爸爸。那生活想想就得老热闹了。你看3个爸爸，能带来6个爷爷奶奶，加上他爸他妈，正好8个老人，2桌麻将，完这仨小孩斗地主。我喜欢热闹，给人家整的跟那个棋牌社似的，是吧？这家多热闹！天天回家一推开门，咱这棋牌社的名就叫老人与孩。真的，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就对于我来说，你让2个人整3孩子，我就觉得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如果每一个孩子都能有一个他自己的爸爸的话，
我就合计学习上我就不用太操心，是吧？那上补课班还用我亲自跟着去吗？爸爸们自己就开始卷了。哎，你说我儿子比人大那些，咋不如人家呢？都一个妈生的。爹不行。反正就刚才都是闹玩的，就这个事儿，就是还是得看自己的情况，就一个也行，但是你觉得3个，你要是有精力照顾也挺好。反正我家里有一个，我是够呛了，现在都要命了，再来俩老公，我真照顾不过来了。反正真大岁数了，精力允许，法律也不允许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老王。哎，大家好。发现这个线上线下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线下演砸一场演出，你只要卸载小某书2天，你的人生就重新开始了。线上也太长尾了，总有那种看得特别慢的朋友。有那种最近才看到第2期的，给我发私信，说大老王，你是最棒的。我说不是，付航是最棒的，我是第32棒啊。你没有朋友吗？没人给你剧透吗？小某书不猜你喜欢吗？你买咖啡送付航贴纸的时候，你不好奇吗？啊？啊？为什么不送大老王的贴纸呢？还有追着骂的，你知道吗？追着骂的说你太尬了，找个班上吧。什么逻辑，家人们？什么逻辑啊？脱口秀讲不好，工作就能干得好？你是不是对工作要求有点太低了？我工作能力更差呢，我干不了那个，才干的这个呀。我上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其实都干不好，早高峰都干不明白，早高峰有点太累了。我是觉得早高峰就是一天最累的工作，就不能先工作后早高峰吗？而且早高峰没人开心，对吧？基本上是一天心情最差的时候。我说你叫什么早高峰啊？你就应该叫早低谷。早高峰没人开心，但换句话说哈，你要在早高峰看到人开心，你不害怕吗？整个地铁人，所有人都觉得有哥们儿当啷当当当当。搞这些。你感觉他背着小书包就去炸单位了，你知道吗？到了公司，老板不在，一顿乱炸，基层互炸。老板来了，懵了，人呢？哦，优化完成了。我不理解早高峰，原因是早高峰的目标叫打卡，打卡又是我认为21世纪最抽象的发明，对吧？这玩意儿太有意思了。你看啊，人到了公司，没打卡不算到，对吧？人没到公司，打卡了算到。怎么定义存在？证明打卡就变成了一天最重要的事情。人就是活几个瞬间。我以前老板还跟我说过那种公司福利，说公司以后不打卡了，不打卡就更神奇了。不打卡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不下班就没法定义什么叫加班。太妙了，忙了一天跟没来一样。我说，哎呦，老板你可真好，为了给我们取消加班，把下班取消了。我其实最不理解的，原来公司福利就是公司那种打车福利。我们原来公司7点下班，但是9点打车报销。附近所有公司都是9点打车报销，大家都卡点下班打车，然后就会出现一个盛况：如果你8点59打车的话，自己花钱，司机秒接单；如果你9点打车的话，就排队1小时，但是免费。这就是我每天忙了一天以后，要遇到那种最具体的问题，到底是省25块钱还是省3个小时？这是我每天遇到的
最具体的快车难题。就这种情况，还有人说公司福利好。我有个朋友在字节上班，天天给我炫耀字节，天天挂嘴边字节。他主要炫耀他们公司有个福利，就是房补，就是租房补贴，住在公司30分钟以内，1个月给1500，很好。但我觉得没必要天天挂嘴边我公司有房补。我说这玩意儿是挺好，但这玩意儿有这么厉害吗？你知道以前长工住地主家都免费吗？主要是你爱公司，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公司是怎么称呼你的，对吧？公司对员工有个统称，叫官方的说法叫人力资源。听听朋友们听这个词多吓人，你是资源，风力资源、水利资源、人力资源。我那朋友还挺开心说资源那不挺好呢？我是资源。我说好，你是煤，你是矿，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行了吧？啊？我觉得大家真的对公司的要求有点太低了。我前两天看新闻，毛泽东说要给外卖员交5险1金，所有评论都说是良心企业。我说真的吗？啊，要给员工交5险1金，那不是合法企业吗？我们之前对资本家要求太低了。哎呦，我们老板超好，都不违法。而且你有没有想过，没有5险1金的日子里，其实外卖员每天是很辛苦的，对吧？担惊受怕，一天到家以后啊，吓死我了，又是无惊无险的一天。朋友们，我聊这些是因为我不上班，你能理解吧？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吧？别听进去的，明天上班就疯了啊！大我要上。别整好吧，不要。我能说这些是因为我从那里面出来了，我可以说这些。我在公司的话，能晚到半小时，我是一定会晚到半小时的，我是一定的。如果能有1500的房补，我是必须到手的。这就是我的英雄主义。这是我认为我的英雄主义，就是每个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就是在你加班到每个普通人英雄主义，就是在你加班，就是在你熬夜加班到晚上9点以后，依然选择等公司打车下班。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彩玲。我是一个网红，但我发现网红现在不是一个好词儿，不信咱试试啊。大鹏导演最近是不导了一个新电影，叫什么来着？长安的荔枝。长安的荔枝挺好，对吧？咱们把网红放进去，长安的网红荔枝，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大棚种出来的。但是我就是一个网红，所以每次我参加活动，主持人介绍我的时候，就会非常煞费苦心。张彩玲，大胖媳妇儿的媳妇儿，互联网超高人气女老铁。我心想，这还不如网红呢。还有一次更夸张，主持人说：“欢迎张彩玲，跨国家庭幽默短剧创始人。”我老公听完吓一跳，谁撞死人了？我说我撞死你汉语老师了，因为网红不好听，现在很多人管我们叫博主。博主就是你发的博，你是他的主人，你的职业叫博主。如果这么定义职场，那财务叫财主，全职带娃叫妈祖，东北公务员都叫关东煮。作为短视频博主，收获了非常多的点赞，所以现在很多人问我，彩玲短视频到底有没有流量密码？我今天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别想那些歪门邪道，你就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嫁个精神病。我妈第一次刷我视频，看还有这么多赞，非常不理解，她说咱国家年轻人是不是精神压力大呀？怎么专挑着精神病当网红呢？我说有的国家精神压力更大，还选精神病当总统呢。
做短视频之后，我也成了个精神病。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我以前说过一个事儿，就是讲我这个外国老公第一次来中国上蹲便不会蹲，我还得教他。对，我教他，我说双腿弯曲，重心下沉到极致，他一个努力跪下了，然后怕弄脏，把衣服一件件都脱了挂门上了。看着他这厕所上的一丝不挂啊，这要搁以前我早发火了，现在我想。早发早火了，多好的老公啊！自带流量，他要能掉里头就更好了。每次我发我这个外国老公干了什么傻事儿，流量就很好，这感觉太让人上瘾了。我每天就刷那个点赞，除了赞我啥都看不见，看见赞我就兴奋，我成了一匹赞狼。但如果发别的内容，流量就一般。为了这个事儿，我还找了一个网红前辈去请教。我说，从长远考虑，我应该写点什么内容呢？前辈问，为什么考虑长远？短视频的核心是什么？是短视。网红是什么？大家想听啥你就说啥，这叫网红。我说，那如果我就说我想说的，不管大家听不听呢？他说。那个叫网课。前辈说，网红的优点就是流量大，号说火就火；网红的缺点是寿命短，号说封就封。哎，听完他那番话，每次我听到那个卫生巾广告，我都感觉非常恐惧。不管流量多大，都能瞬间消失。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是讲我的儿子，他叫张拿铁，啊，他作为一个混血宝宝，居然不会说英语，还被双语幼儿园给拒收了。这个视频让我涨了很多新粉儿，我正乐呢，前不久张拿铁突然开始说英语了，塌房了，祸不单行，茅房传喜讯，我老公会蹲了。听着儿子英语发音准确无误，看着老公在厕所蹲得稳如泰山。我心想，这日子没法过了。哎，你们这么正常，我发啥呀？是你们自我成长的时候吗？你说一个好好的外国小孩，怎么还说上外国话了呢？我这个号起号就是靠老天爷赐我精神病，现在流量来了，精神病怎么还擅自痊愈了呢？我觉得王菲春晚那首歌就是给我唱的，世界赠予我，也赠予我。赠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姚风铃，他俩痊愈谁疯了？铃。我都没敢跟家里老人说我是网红，我爷是听邻居说的，问我啥叫网红啊？我说这么解释吧，电视上给你演的叫明星，手机上给你演的叫网红。我爷说，那你啥时候能从网红变明星呢？我老公说，现在呀，投屏。哎呀，每个网红都想被人记住，也都想向家里人证明自己是可以被人记住的。所以第二天我爷去沈阳看病，我就非要跟着。我说爷，一会儿上火车你就能看到，网红跟明星一样，有很多人认识我，非常的风光。结果那天在火车上根本没有人瞅我。马上到站了，终于有个大姐啪嚓打我一下，哎，你是那个张？我心想，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大姐说，你是张铁林。哎，不对，那是皇阿玛，那是皇阿玛。你别说啊，我能想起来，你别说，我能想起来。然后她转身开始打她老公。哎，老公，他叫啥来着？他叫啥来着？我老看他，你帮我想一下。哎呀，他有个儿子，他儿子可荒诞了，可愁人了。网友都拿他儿子玩梗，他叫啥来着？她老公说，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想起来，他叫那个向太。我是彩玲，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段小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北京人啊，但我其实不是那种地道的京爷。对，因为我父母是山西人嘛，但是我很喜欢假装自己是那种地道的京爷，所以每次别人说我听起来不像北京人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嘿，
要不您再仔细听听呢？所以一直以来，我不太确定自己到底算是一个新北京人，还其实是一个真山西人啊。那天就跟朋友聊，他就跟我说：“小川，你是更喜欢吃北京菜，还是更喜欢吃山西菜？你更喜欢吃哪儿的菜，你就可以更理直气壮地说你是哪里人的。”我说我都不喜欢吃，我从小呢就只喜欢吃鸡翅。他说：“那你是个新奥尔良人呐。”我这朋友是一个大傻子，而我的父母其实是在考大学那会儿考到了北京，然后就一直扎根到了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父母啊，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其实和这个传统家庭里父母的分工不太一样。就我妈其实是传统家庭里父亲的那个角色，主要负责赚钱养家和糊口。然后我爸呢，就是传统家庭里面儿子的那个角色。对，他主要负责花我妈的钱，吃我妈的饭，时不时再气一气我妈。我们家表面上看上去一家三口啊，实际上单亲妈妈带俩娃。每次出门我都说这是我妈，这是我大哥。我大哥总爱跟我玩一个男生间很爱玩的游戏，叫爸爸。但我妈其实是在国企上班，我爸是老师啊，都不是什么暴利的行业。但是我爸就是会挣的比我妈少很多，时间长了你就感觉家里两个男的，哇，我跟我爸，一个啃老，一个啃老婆，他们都快退休了。我爸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一所排名倒数的高中教语文啊，30年过去了，我爸现在的工作呢是在一所排名倒数的高中教语文。30年过去了，他还在河东。末期少年穷，但我爸至死是少年呢。人别的老师教书那是桃李满天下，我爸教书那就是灵活就业人员满天下。他虽然是教语文的，但这30年他从来没有辅导过我语文。小时候不懂事还挺生气的，你现在想想，这可能也是一种父爱的体现吧。相比我爸在他事业上的躺平跟不努力，我妈这些年真的很努力，也攒了不少钱。去年有一天，我妈就过来跟我说，她说：“儿子，我在北京给你买房了，写的你的名字。”我的反应也是这样，我说：“妈，哇！”当时嗡的一下，脑子里第一反应，我的天哪，我妈肯定是腐败了呀。你在国企上班，哪来的钱在北京买房呢？啊，咱们国家现在反腐反这么严，怪不得写我名字呢。我说，要不还是写我大哥名字吧？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很担心这个房子的来历，我就旁敲侧击地问我妈，我说妈，咱家那房子他买的干净吗？我妈说啥呢，儿子，我这个找大师算过了，那片地特别干净啊。我说妈，我问的不是家里面的风水，我问的是家里的流水。然后我妈跟我解释，她其实是在2010年那会儿，管银行贷了100多万买了一套房子，前几年涨到700多给卖掉了，才买了这个新房子。我听完以后也大为震惊，我说妈，哇，你当年眼光这么好，怎么看上我爸的呢？我妈说：“嗨，投资嘛，都有看走眼的时候呢。”所以我很感谢我妈。大家常说父爱如山嘛，但我真的觉得在很多家庭里面，母亲才是那座真正的高山。我真的很感谢我妈，让我在北京拥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我现在甚至心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你们知道吗？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可能就只是一个出生在北京的普通孩子哈，现在有了房之后，我觉得我就是一普通的我们北京孩子呀。就讲到这儿吧，有点不好意思了哈，因为爷们儿要脸呢。谢谢大家，我是小川。大家好，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庞颖啊，我是一个辩手。我一个辩手为什么要来蹭脱口秀呢？因为奇葩说停办了。打辩论的问题啊，是特别难赚钱。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了一个辩论赛，我的立场是：爱美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不自由。我站在舞台上振臂高呼：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结构。场下掌声雷动，就像现在一样。然后我就接不到美妆广告了。
所以今天我借着脱口秀的舞台问一句：我现在爱美还来得及吗？而且我觉得吧，辩论的商业模式有问题。你看人家脱口秀多红火，又有线下的演出，又有这个进大剧场。我觉得辩论应该跟脱口秀多学习。所以呢，我就去问我的朋友，我说：哎，下班之后要不要跟我去大剧场看辩论呀？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看我像苏格拉底吗？我上了1天班了，什么正方对反方对，在我心里只有甲方对。就我辩论有了一点名气之后呢，我爸的那些狐朋狗友就开始在他耳边说3道4。我要是有闺女啊，我才不让她去打辩论，咄咄逼人，抛头露面，会嫁不出去。我说那好办啊，我娶一个进来不就得了吗？欢迎你们的儿子来入赘。但是当着这些叔叔大爷啊，我什么都没说。不是我怂，因为听我反驳，那可是另外的价格。他们怎么老想把我嫁出去呢？每天就是嫁嫁嫁，我又不是一匹马。听见谁笑了没有？这是我的脱口秀小姐妹跟我说，一定要说一个谐音梗，歃血为盟，算是入圈了。干得好！而且能嫁出去一定就是好事儿吗？我曾经在亲戚家遇到他们家保姆阿姨，中年女性，独自在大城市打拼。这个家里从看孩子、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完小的，照顾完大的，里里外外都是这个阿姨。我就跟她说：“我说阿姨，您在这儿多辛苦啊，您不想家吗？”阿姨说：“傻孩子，这些活儿阿姨在家也得做呀，还没人给钱。”我当时就想，人还是得有工作，我还是得上班，因为不但有工资呢，还有晋升途径。我就没听说过哪个妈妈从妈妈升为了资深妈妈、主管妈妈、大中华区总妈妈。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我都在上班，当时录完《奇葩说》我就回归职场了。但是在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我发现现代职场其实跟传统婚姻非常非常的像。比如说以前结婚要改姓，现在入职要改名。以前改成张氏、王氏、屈臣氏，现在改成 Lisa、Sarah、Katusha。以前叫我们恪守妇道，放到职场里就是好的，收到。唯一不一样的呢，是以前生不出孩子要打入冷宫，现在是生完了孩子，公司会把你打入冷宫。时代呢，还是有一点进步的，现在是此处无声胜有声。以前媒婆找的是生育价值，现在 HR 找的是剩余价值。时代进步了吗？没有啊，这2个词用英语写出来都没差别，好吗？都是生育价值。而且婚姻和工作呀都靠不住。老板要换人的时候会说，让我们给年轻人多点机会。老公想换人的时候可不会这么说，他会直接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呢？我这个上班的辩手还要来学习脱口秀，因为我觉得脚踏2条船那都是不够的。这个世界上呢，根本没有上岸这回事儿，我们脚踏的船多了，它就连成了岸。1份工作很可能会背叛我，3份工作很难同时背叛我啊。这就叫1条 ship 比不上2条 ship，2条 ship 比不上 open relationship。女人不能总围着老公和工作转，因为那叫公转。
我现在专注自转。我想吃饭啊，现在我都不上桌，我就端个碗自转。我看到哪个桌上有饭呢，我就转到哪桌去吃。我今天吃到了脱口秀这碗饭，我觉得很好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让我多吃几口。谢谢大家。